跟大家聊一个比较诡异的话题，叫做大脑关闭术。关闭大脑呢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在某些关键的时间点至关重要，因为一切众生之苦都是因为无法关闭大脑所造成的。更加难以置信的是，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关闭大脑，那么大脑可能会毁了你的一生。我曾经有一个患重度抑郁症的朋友，他曾经多次试图轻生，后来机缘巧合呢，他遇到了他人生当中的贵人，教他如何修心，并且告诉他这个大脑关闭的方法，他才彻底摆脱了抑郁，重回光明。如果想要掌握这个技术首先必须非常了解你的大脑。第一，大脑它只是一个器官，是为你服务的，它是你的，你是它的主人。而多数人的意识当中认为大脑就是他本人，大脑就是最高指挥官，因此多数人就成了大脑的提线木偶。第二，大脑它是一把双刃剑，用的是好的话呢，可以开天辟地；用的不好的话，可以毁天灭地，摧毁你的神经系统，让你崩溃抑郁。第三，大脑它自动运转，不受任何控制，它会分析，会评判，喜欢索取占有，滋生各种负面情绪。第四，大脑极其消耗人的注意力和能量，非常占用人的心智空间。第五，大脑可以通过修心被训练成非常听话的小狗，成为人的朋友。人之所以会焦虑、痛苦、烦恼，会精神内耗，会有精神疾病，从本质上说是因为完全被大脑控制，成了大脑的提线木偶。大脑呢，它是二元对立的，它喜欢分析，喜欢评判，喜欢抓取。然而一切外象都是无常的，不可控的，所有物质都在经历着生住异灭，成住坏空，注定会让你不停的失望和痛苦。而你在这些不良情绪产生的越多越大，大脑吸收的负能量就会越多，运转越快，越不受控制，就像放大镜一样，极度放大你的焦虑痛苦，直到让你产生严重的精神内耗，导致精神疾病，直到你崩溃为止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能否关闭大脑，能否正确的使用大脑，关系到你的心理健康，关系到你的家庭幸福，关系到你的潜能发挥，关系到你的财富创造，关系到你的身体健康。一个人如果完全被大脑牵制，他是不可能活得幸福快乐富足圆满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会关闭大脑，它会摧毁你人生的原因。那么重点来了，如何关闭大脑呢？这里请你先点赞支持一下，接下来我会告诉你几个不同寻常的方法。首先要学会内观，你要学会开启你的第三视角，时刻观察你自己的大脑它在想什么。尤其是在你大脑升起负面念头的时候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你只要观察注视着你的大脑在想什么，在干什么，大脑就会停止运转，没有多久你的这个负面情绪它就会消失了。佛家修习禅定的时候运用的法门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，总共16个字：念起即断，念起不随，念起即觉，觉之即无。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琢磨一下，绝对会让你受益匪浅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临在。心经里开头就写了观自在菩萨，这句话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解，就是内观自性的临在。菩萨之所以能够大自在，就是因为内观和临在。临在即临时之存在，关注当下，让你大脑将注意力远离过去和未来，过去诸多悔恨，未来诸多恐惧，只有你当下的你是最自在的。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临在，让你的眼睛跟绿水青山临在，用你的鼻子跟鲜花青草临在，用你的舌头品尝美食，你的耳朵聆听悦耳的音乐，让你的身体去户外运动，将注意力转移到你美好的事情上，让你的大脑安静下来。第三个方法，去做一些特别让人能够安静下来的事情，比如说静坐、站桩、瑜伽、钓鱼、禅修等等。正所谓静能生智，定能生慧。如果你的大脑一直运转不停，杂念纷飞，欲望横生，情绪泛滥，这种状态下，别说幸福快乐丰盛富足，可能你连基本的身体健康都没法保证。朋友们，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唤醒更多被自己大脑折磨出精神问题的人。大家都希望提高智商，学会思考，却很少有人教我们关闭大脑，停止思考。一旦大脑聚焦在负念、杂念，失控运转的后果就是很多人会活在烦恼、焦虑、痛苦里，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内卷，内心的世界也加剧内耗。我希望你能觉醒开悟，并且唤醒更多人看清精神内耗的本质。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完，
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请点赞收藏一下。如果你想学习更多修行的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回复或者私信666。